佛教说的轮回真的存在吗？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轮回的思想最初起源于古印度婆罗门教，而后由释迦牟尼佛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佛教的轮回思想。佛教中的轮回又称流转、轮转、生死轮回，是众生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生死不已，像车轮一样转动不停，循环不已。在开始聊轮回之前，我们先来听一位师兄所分享的关于轮回亲身经历。2012年，我曾在其他论坛发过我能记起前世的帖子，点击量达到22万，此后多年都没有更帖。而是说给我的父母听，他们不让我说，渐渐长大也不愿意给自己带来太多困扰。我的家庭舆论，各种封号的冷嘲热讽，孩子在周围的成长，都不允许我真实身份去面对。现在是2019年，这7年经历过一些变故，也遇到了良师。我觉得我需要为社会做点事情，我愿意以我真名去出现，愿意把我的经历告白于周围的亲戚朋友。或许有诸多流言蜚语，诸多冷嘲热讽，或许会给我带来困扰。现在我的发心是希望能让大家认识到轮回的存在，仅此而已。很多人会认为我鬼话连篇，不管大家信与不信，我就把所经历的凭记忆，尽可能最真实的都讲给大家听。首先写一下我的上辈子吧。上辈子我是一个男人，大约活了有70几岁。我走的时候留下了我的老伴，死后我发现我还活着，那一刻我相信了灵魂的存在。我去触摸亲人们，但是碰不到他们，和他们说话他们也听不见，我只能看着他们伤心。我的2女儿哭得撕心裂肺，我多想告诉她我还活着，但没有任何方式去沟通，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无奈。有时候我能看到阳间的环境，但有多少次周围环境变化让我担心害怕。经常我周围的环境会突然改变，变得阴森恐怖，雷鸣般的声音。那时候我会想，要是能让科学家研究出来这些东西该有多好，人们要是能知道这些环境该有多好，也不会为死后遇到什么而担心受怕。周围环境的不断变化主要是心理上的不适应，担心、受怕、惊恐，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没有一个可联系的人。今天的恐怖境况过去了，我会想明天又是什么样子呢？现在看来每一天的境况都不一样，没有重复的。后来我来到了另一个世界，我面前出现的景象像电影一样，我一生历程从出生到中年再到死亡，很快在眼前快速显现，好像我的人生又再次活过一样。同时也会知道谁是对你真的好，谁对你使坏，曾经又错怪了谁，所有的恩恩怨怨明明白白。最重要的是一生的善恶，这是衡量人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东西。我眼前的那个电影一样的东西，大约在眼前就几分钟，就像回忆一样快。放完后我心里那个后悔呀，痛恨自己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好事，很多好事是触手可及的，但都没有做。然后阎王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的，能有什么要说的？一生的画面清楚地展现，等待的只是宣判的结果。还好我行的善比恶要多一些，宣判完后我没有马上投胎。飘零没有现在人意识中那么自由，那个时空环境是昏暗的，了无生机。我无依无靠，整天四处漂泊，居无定所，没有一处可以安身。更可怕的是，还会经常受到其他异类欺负，喊天天不应。每当听到或看到他们的时候，就拼命地跑，被捉到的后果是很惨的。感觉那个世界的法律系统没有那么完善，像大街的那些畜生一样弱肉强食。飘零够了，甚至会羡慕小猫小狗可以有他们的母亲疼爱，当然想投到一个好的人家。我去寻找机缘，走了很多家境较好的人家，但是每次投胎都轮不到我。我这样半吊子修行，我的机会渺茫，等待投胎的也是众多。后来不得不放弃家境好的人家，选择了我现在的这个家庭。我先把这个家庭打量了一下，真够穷的，我知道以后注定要受苦了，但我不想再漂泊下去，受够了荒凉。我想出生的时候受点苦，长大后好好做人，多多行善，一切都能靠自己去改变。有益友和我一起在这个家庭投胎，
咱俩也说好了，谁能投就谁投，靠缘分。投胎时候快到了，我要进去房子里面，门口的门神不让我进去，我就和门神求情，告诉他我来投胎，让我进去，怎么说他也不同意。后来一瞬间我投进去了，后来我出生了。但自打出生，我的记忆就没有失去，包括前世、投胎等等。我知道这一切，但我却无法表达，我不会说话，只能尝试着用手语比划，告诉他们我一切都知道。但无论我怎么用手比划，谁都不会注意。后来我逐渐放弃了比划，一点作用也没有。出生后，家里院子里经常会有鬼吓唬我，跟我说些恐怖的话，吓得我大哭。家里人都不知我为什么哭，只有自己知道，但又能怎么样呢？只能惊吓的哭。大约3岁，我开始向家人讲述我的境遇，和我最亲的人是我妈妈。我告诉她我上辈子是什么什么地方的人，以及各种遭遇。我妈妈听后惊恐万分，告诉了爸爸。爸爸说我是讲瞎话，听别人讲什么的，自己编的。爸爸是个无神论者，妈妈信了他的话，无论我在跟妈妈讲什么，他都打断我，不让我讲，不听。我能跟谁讲述呢？渐渐长大，前世的家庭等信息逐渐忘记，但死亡后投胎的事情依然可以记忆，一直没有人可以为我解开疑惑。在2009年前后，遇到一个密宗的出家人，告诉我这是中阴身，推荐我看《中阴身解脱》这本书，里面诸多内容和我经历的相当一致。除了各种佛光不一致，我前世是没有宗教信仰，所以没有经历与此相关的情景。后来按照连云港紫竹林寺智德老法师的开示，我知道了记起前世的原因。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他生前的开示。再后来网上看了关于转生的文章，特别是现在遇到的老师给予的开示，让我将多年避而不谈的轮回记忆再次给大家讲起，并且我以真名身份去谈，真切的让大家知道生命真相，多做对别人、对社会进步、对社会环境、人心环境有益的事情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佛教认为轮回的产生是因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无知，无知产生行，各种不同的行产生不同的业力，业力的存在导致轮回。在六道中，以人道为中心，因人心的善恶观念而随心所欲地去追求，造成果报。依平生所作善恶，会有6个可能的去处：造恶堕3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；行善积德去3善道，天、人、阿修罗。中国原本的道教文化中并没有因果轮回的理念，道教文化中也不存在地狱。东汉永平10年，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广求佛像及经典，并迎请迦摄摩腾、竺法兰等僧至洛阳，佛教正式传入中华地区。由于中华文化的兼容性，道教吸收了佛教的因果轮回理念，之后几千年的演化，因果轮回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。细想下来，其实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无论你是否信仰宗教，信仰什么宗教，只要你是在华夏文明中成长，你一定会知道因果和轮回，并且在生活中带入这种想法和思维，连自己都注意不到。这是直接植入思想中的理念，也是几千年文化的影响。那轮回真的存在吗？存在有2种，一种是主观存在，一种是客观存在。轮回来源于宗教，宗教本身是一种文化，宗教起源于思想。佛家思想不等同于佛教，宗教有严格的制度约束，规范每一个人的行为，而思想是人对事物的表象更深一层次的理解与提炼，形成一个共通点，成为思想。佛家思想的创始人在获得顿悟之后，明白世界的运转需要以一种和谐的形式才能维持，这种和谐的内部的体现就是互助，也就是行善。轮回思想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的劝人向善，行善积德。现在做的善事积累因果，换取下一世的福报；做恶事积累业障，就会坠入地狱。人们为了不让自己入地狱，获得将来的福报，就会去行善。在客观上，宗教中的轮回是一种机制，机制必定有其组成的物质基础。也许轮回存在，只是和宗教中的不一样。从微观角度讲，所有的东西，动物也好，植物也好，
跟普通石头没什么区别，只是成分不一样而已。我们所处的宇宙很大，大的无法想象，但它总是有限的，它所包含的物质也是有限的，因此它的排列组合也是有限的。在这个只有基本粒子的宇宙中，只要它持续演化，就会重复经历以前经历过的某个状态。这个时间可以非常久，甚至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毁灭了，它都不会出现。但只要宇宙还会重新诞生，时间还会重新出现，那就有可能会存在一个完整的和现在一模一样的世界。那时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宇宙还是这个宇宙，一切都回到现在。小编可能还在做自己的视频，而你还会继续看到这个视频。同样，也许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出现过了，同样的世界，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人，同样的记忆性格，它跟现在的你没有任何区别，只是他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无论你是否相信轮回存在，都要先过好现在这一生。